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你家的宝宝好像有点不一样了？他不再满足于乖乖地躺着看天花板，他会开始扭动、挣扎，用尽全身的力气，好像在对你说：“妈妈，扶我起来，我想看看这个世界。”如果你看到了这个信号，那么恭喜你，这不是宝宝在闹脾气，这是他发展过程中一个超级重要的里程碑。一旦你的宝宝能够自己稳定地抬起头，通常是在4个月大左右，这就是宇宙在告诉你，是时候帮助他学习如何做了。你可能会想，为什么是现在？事实是，你的宝宝会逼你这么做，因为他的世界正等着从平面变成精彩的立体。嗨，我是 Celia。我不是什么育儿专家或治疗师，我只是一个跟你一样，希望给孩子最好的一切，而愿意把所有育儿书、科学研究都翻遍的普通妈妈。我今天想跟你分享的，就是我研究总结出来一套超简单、分4个阶段就能安全有效地帮助宝宝学会独立坐稳的方法。既然我们终究每天都要花时间扶着宝宝坐，那何不从一开始就用对的方法，帮助他们事半功倍地建立起独立坐稳的必备技能呢？来，我们直接开始第1阶段，稳固基础的辅助坐姿。这个阶段的目标非常简单，在提供足够支撑的前提下，让宝宝习惯坐姿，并开始感受用上半身控制平衡的感觉。我们有2种超好用的方法。第1种就是妈妈的大腿，你可以舒服地坐在椅子上，或者跟我一样坐在地板上，然后让宝宝坐在你的大腿上，背靠着你的肚子，这样他既有安全感，又能拥有一个全新的更高的视野。第2种方法，我叫它妈妈的避风港。你坐在地上，双腿向前伸直并拢，然后把宝宝放在你双腿之间的这个小空间里。你的大腿会像2道温柔的墙壁，为它提供完美的侧面支撑，防止它向两边倒。我家大宝当时就特别喜欢这个姿势，他觉得自己像坐在一个专属的安全的城堡里。好了，姿势摆好了，但真正的关键技巧来了，那就是如何逐步放手。一开始，无论是哪种坐姿，你的双手都要像一道温柔但坚固的安全带，环绕在宝宝的胸廓下方，也就是他腋下的位置。你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同时也给了他最强而有力的支撑。这样做的好处是，他的下半身被完全固定了，他只需要专心学习如何控制他的头和上半身。当你感觉到宝宝坐得越来越稳，不会轻易晃动了，大概练习个几天到1周后，我们就要开始悄悄地降低难度了。试着将你的这道安全带慢慢的一次一点点的向下滑动到他的小肚子，最后来到他髋部的2侧。你会感觉到你出的力越来越少了，而宝宝自己的小肌肉正越来越努力的工作。这个过程就像学骑脚踏车时，我们从扶着整个后座到慢慢只扶着椅垫的一角。我们要做的就是逐渐放手，把主控权慢慢还给宝宝。说到这里，我想问问你，你家宝宝目前比较喜欢哪一种坐姿呢？是在你温暖的大腿上，还是在地板上被你的双腿保护着？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分享一下你们的甜蜜日常吧。好，当你发现宝宝只需要你轻轻地在髋部周围提供一点点支撑，就能坐上个几十秒甚至1分钟时，大声地恭喜你，这就是我们已经准备好可以进入下一关的信号了。这个阶段是从被动坐着到主动平衡的关键一步，我们即将解锁宝宝的平衡感密码。在我们进入最核心的第2阶段之前，我想顺带一提，宝宝在第1年的发展真的快得不可思议。如果你对宝宝在不同月龄会达成哪些惊人的里程碑感到好奇，我为你们整理了一份超详细的免费发展里程碑指南。关于如何获取，我会把资讯放在影片的最后，记得要看到最后哦。现在让我们进入最有趣也最关键的第2阶段——动态坐姿练习。这个阶段，我们要从静态的支撑变成动态的挑战，把训练变成一场好玩的游戏。这里有2个核心的活动，你一定要试试。
第一个活动叫做摇摆平衡游戏，让宝宝坐在你的大腿上，或者如果你家里有瑜伽球，那会是更棒的道具。你的双手还是轻轻扶住宝宝的髋部，然后开始非常轻微的带着他向左边倾斜一点点，再回到中间，再向右边倾斜一点点，再回来，向前，再向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一个奇迹发生。当你把它往左边稍微倾斜，它的头和上半身会立刻往反方向用力，试图把自己拉回中心线。那个瞬间的对抗，那个专注的表情，就是它核心肌群和平衡系统在进行的超高效训练。它就像一个小小的不倒翁，正在学习如何找到自己的中心。记住，动作一定要慢，要轻柔，这不是在玩什么刺激的游乐设施，而是在引导他身体的本能反应。第二个活动叫做玩具前身挑战，让宝宝再次回到妈妈的避风港里，也就是坐在你伸直的双腿之间，你的手同样是轻抚他的髋部，然后拿出一个他最喜欢的会发出声音或闪闪发光的玩具放在他面前，但距离要稍微远一点点，是他需要努力伸长手才够得着的距离。你会看到，为了拿到心爱的玩具，他的小身体会努力地向前倾，手臂伸得直直的。这个前倾的动作本身就是对他背部和腹部肌肉的极佳锻炼。当他成功拿到玩具后，更关键的一步来了，他要如何坐回来？一开始，他可能会需要你在背后轻轻推一把，帮助他坐直。但你要相信我，经过几次练习，你会惊讶地发现，他竟然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拿到玩具后，再慢慢地摇摇晃晃地把自己拔回坐姿。每一次成功都是他运动能力的一次巨大飞跃。这两个游戏每天玩个几分钟，你会发现宝宝的进步速度超乎你的想象。但是在我们庆祝宝宝即将学会独立坐姿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很多妈妈都会踩的育儿陷阱，我必须要大声的警告你，那就是市面上非常热门的所谓学座椅 Baby Floor Seats。我知道它看起来很棒，颜色鲜艳，把宝宝放进去，它好像立刻就做得很好，解放了妈妈的双手。很多妈妈都把它当成育儿神器，但真相是，他们不仅对宝宝学习坐姿毫无帮助，甚至可能正在悄悄地伤害他。请你仔细看，当宝宝被困在这种座椅里，他的髋部和骨盆其实是被固定在一个很被动，甚至有点不自然的姿势。他看起来是坐着，但他的核心肌群完全没有在工作，他的平衡感也得不到任何锻炼。当他成功拿到玩具后，更关键的一步来了，他要如何坐回来？一开始，他可能会需要你在背后轻轻推一把，帮助他坐直。但你要相信我，经过几次练习，你会惊讶地发现，他竟然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拿到玩具后，再慢慢地摇摇晃晃地把自己拔回坐姿。每一次成功都是他运动能力的一次巨大飞跃。这两个游戏每天玩个几分钟，你会发现宝宝的进步速度超乎你的想象。但是在我们庆祝宝宝即将学会独立坐姿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很多妈妈都会踩的育儿陷阱，我必须要大声的警告你，那就是市面上非常热门的所谓学座椅 Baby Floor Seats。我知道它看起来很棒，颜色鲜艳，把宝宝放进去，它好像立刻就做得很好，解放了妈妈的双手。很多妈妈都把它当成育儿神器，但真相是，他们不仅对宝宝学习坐姿毫无帮助，甚至可能正在悄悄地伤害他。请你仔细看，当宝宝被困在这种座椅里，他的髋部和骨盆其实是被固定在一个很被动，甚至有点不自然的姿势。他看起来是坐着，但他的核心肌群完全没有在工作，他的平衡感也得不到任何锻炼。这是一种虚假的、没有学习意义的坐。更糟糕的是，这种座椅限制了宝宝在地板上自由探索的机会。他本该在地板上练习翻身，练习用手支撑，练习扭动身体，这些都是发展大肌肉群为未来爬行打下基础的宝贵过程。
而这个座椅，这个美丽的牢笼，正在剥夺他这一切的机会。所以，请相信我，也相信你的宝宝。最好的学坐工具就是你的身体和家里安全的地板。那么，当宝宝开始能够不需要你的任何支撑，自己独立坐个几秒钟时，我们就进入了第3阶段，创造安全的独立练习空间。这时候，你可以慢慢地拉开你双腿之间的距离，从一个小小的避风港变成一个宽阔的海湾。你依然在他身边，但给了他更多独立尝试的空间和自由。最后，当你的宝宝终于能够独立坐上几分钟，能够自己玩玩具，恭喜你，你们一起完成了这项了不起的成就。这就是我们旅程的终点，见证奇迹的时刻。不过，还有最后1里路，一个温馨的小提醒。即使宝宝能坐得很稳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还是会像喝醉酒一样，时不时地失去平衡，然后咚的一下倒向旁边或后面，这是完全正常的。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确保他的着陆区是柔软和安全的。我强烈建议在地板上，尤其是在他的背后，放一个哺乳枕、U 型枕或者几个柔软的靠垫。这样，即使他倒了，也只会倒在一个温柔的拥抱里。他会觉得好玩，而不是被吓到，然后更有勇气去继续探索和犯错。好了，我们快速总结一下今天这趟神奇的旅程。第1阶段，透过辅助坐姿，让宝宝习惯坐姿，并逐步减少你的支撑。第2阶段，透过动态坐姿的摇摆和前伸游戏，真正锻炼他的核心与平衡。第3阶段，逐渐放手，并布置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自信地完成最后的独立练习。就是这么简单，对吗？育儿的路上充满了各种挑战，但也充满了像这样每天都能见证的微小且有巨大的奇迹。而我的任务就是陪伴你，用最科学、最温暖的方式去迎接这每一个挑战。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请务必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继续为你们深挖这些硬核育儿知识的最大动力。哦，对了，记得关注我，因为下一支影片我们要来揭秘那4种家里常见却可能正在偷偷延缓宝宝发展的玩具。相信我，你绝对不想错过。我们下支影片见。